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极致翔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变形金刚联名霹雳游侠的不知道什么级别的联名款，说是小车，这玩意儿尺寸蛮大的，一个特工奈特，这个名字是叫这个名字，还是一个材质非常优秀的玩具，但确实尺寸太大了，就没法配比例。你说这玩意儿它大师级吧，那是尺寸挺接近那个 MP 2.0 的小车的，但是这个玩意儿的变形难度就这么说，兄弟们，这是个放大低级，它真的就是个放大低级啊！不管是关节还是变形结构，低中之低，没有比它再低的，绝对教科书级别的低级小车变形思路。那它主要的玩法呢，就是有一个声光的效果。这个听起来像是那个在地上摩擦那个声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电影里它这个逼养的搁这热胎的逼动你。就这个是个电视剧啊，不是电影，是个电视剧，叫《霹雳游侠》，上个世纪吧，80年代90年代美国那边的电视剧，好像在老美的挺流行的。我没看过，我之前是好早之前刷这个影评的时候，大概知道一点设定，就是男主是一个警察还是探员，在缉拿罪犯的时候被长发男给坑了，然后那个长发男把他给一枪崩死了，准确来说没死，崩了个半残躺地上了，然后躺了大概不知道多久之后，有一个富豪过来把他救了，不是摘器官啊，虽然那个富豪确实奄奄一息了，但是没有摘器官，就说哇兄弟，我看你骨骼清奇啊，以后这个守护城市的大任就交给你了，我是一个亿万富翁，我的钱都给你啊，你就以后替我惩恶扬善就行了，你就我的接班人这一块的，别叫啊，汽车别叫那个。然后他就整容什么乱七八糟，我怀疑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合金装备幻痛里面那个男主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打，然后毁容整容，那个可能跟霹雳游侠稍微有那么点关系，可能是致敬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那总而言之就是那个男主整完容之后就变成那种城市义警了，跟他拜特曼差不多，对，就是跟那个百特曼差不多来着。然后那个大富豪临死之前给他整了辆车啊，对的，说到重点了，就这辆车里面有个人工智能叫奈特啊，或者说这辆车就叫奈特，它是彭迪亚克火鸟啊。那个男主就开这辆车出去惩恶扬善，这个逼车除了不会变形之外，能飞能跳能游泳，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变形金刚打过来了。可惜的遗憾的就是这个车在这个叫什么电视剧里确实不会变形，那这个霹雳游侠联名算是弥补了这一个缺点。讲了差不多3分钟那个比养的东西的设定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它的声光效果。怎么又回去了？哦，对，我想起来了，如果你长时间不摁的话，它会有一个关机的音效，就刚才那个，这是第2声，还在热胎，有病是吧？这是开走了，这是飞起来了，yes sir. Thank you sir. KITT for easy reference. KITT if you prefer. 我是特工奈特，别的没听懂。这啥玩意儿？飞走了还是开走了？来管他呢。好，音效就这些了。没有别的音效了。那这个玩具除了音效的玩法之外呢，就说实话没什么别的玩法了，就是材质特别好，然后是一个超级联名，载具特别好看，没了。作为车模来说还是非常优秀的，而且目前在市面上的价格极其便宜啊，已经来到二手150块钱到180块钱了吧。在这个质量面前，我觉得没毛病啊，因为它说到底是一个质量上，我觉得你说它接近 L 级我都不意外的，确实材质特别好，手感特别好，准确来说很鼓。有一股鼓味啊，材质特别爽啊，质量也好，透明件分件什么做的也特别到位，质量真的没毛病。人形态的重点来了，头雕这里我非常不满意，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孩之宝的设计师要选用一个如此平庸无聊，你这个我说实话兄弟们，看惯了那些擎天柱联名之后，就是看多了那些擎天柱联名之后，本来觉得那个擎天柱脑袋那个口罩脸看多了觉得有点腻了，说实话看一下这个比养的这个霹雳游侠联名之后，我觉得擎天柱那个头雕也不是不行，反正就丑的一逼，圆润的不行，整个脑袋就特别圆润，有一点银色涂装，
遗憾的是眼睛不能透光，如果眼睛透光的话，配上那个眼镜，效果一定好了不行。然而遗憾的就是他的眼神就跟死了一样，纯黑一坨，有一个红色的眼睛眼镜。这个眼镜还挺帅的，然后带一点金属色，这个脑袋很丑，我一点都不喜欢四肢这一块的细节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就一个很标准的变形金刚玩具，然后官方做设计呢做的也很保守，比较蛋疼的地方就是这条胳膊特别的松，它这个蘑菇扣一拧就掉，一拧就掉就很烦。下半身这里的话是有一些蓝色涂装点缀的，这个涂装上的很厚，真的很厚，蹭了一下也没给它蹭掉，就磕了一下也没磕掉质量相当的好。下半身的话就没什么好讲的了，就很标志性的就这东西就往那里一放嘛，那经常玩变形金刚的老玩家都知道，哇，这玩意儿简直经典的不行。配件方面是3个配件，分别是2把枪，一把大的，一把小的，但我目前没发现这个枪有结合的可能性。我看一下，你能结合吗？哦，还真能结合，能结合成一把稍微大一点的枪这样看起来配合上这个超级唐式大胸，我觉得一般般，效果挺一般的。这个枪的细节刻画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因为它可能没有什么还原的必要，所以这个枪的细节做得很肉很敷衍。最后一个配件是手上的这个通讯器这个通讯器除了能作为通讯器之外一点逼用没有我的建议就扣上去就别动了，这样的话显得2条胳膊至少是不对称，看起来好看一点。说了这么多就是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个玩具质量很好，然后把玩造型是不是挺平庸的，主要还是买个载具买个音效啥的买个玩具玩嘛，情怀嘛。但是我有点怀疑我们这个大陆这边呢，虽然说这霹雳游侠的电视剧好像有引进过还真有引进过，它有那个国语版，但是真的有很多人看过这个电视剧吧？这里我不禁发问我确实没什么印象来。来吧，讲可动吧。可动性方面，脑袋双段的关节，但是这个第2段的关节不知道为什么动不了能动一点。抬头低头的幅度很可观，左右摇头呢也有，旋转啥的没压力这个球关节很大很粗很舒服肩膀部分旋转没毛病是个球关节，但遗憾的就是平台只能抬到这边，不建议再往上抬了。它这里是一个塑料研磨关节一个多边形的转轴，但是我不太敢掰，因为掰到这里就掰不上去了，再掰的话这里面那个球关节就别到了平转就我说的它容易掉，除了这个容易掉之外呢，倒没什么缺点。曲肘的幅度过90度很舒服，然后这个手腕部分的话依旧达老师吹中吹经典球关节，要变形有变形，要可动有可动，还有一个外摆内收可以轻松摆出导管的姿势，已经麻了没偷胶偷胶非常少，不能说没偷胶偷胶非常少，基本没有腰部旋转没压力，然后这蓝色裤裆可以掀开，不过掀开没什么没什么屁用就是了。前踢后踢侧踢的幅度非常可观，这里没有用球关节呢，经费挺高的。大腿的平转也没问题虽然转不了一整圈嘛，但绝对够用了。屈膝的幅度标准过了一点点，反正足够用了脚部的接地的话稍微差那么一点，它向内有，向外几乎没有，向后有这都是变形带来的，向前也没有，所以它的这个接地蛮普通的整个玩具就是一个放大的经典低级小车的水平所以我觉得这玩意儿如果能做成正常的低级的话，我会很喜欢非常遗憾它做的特别大。有多大呢我们拿出上次评测过的这个大哥放到这边就能看到这大哥的尺寸哇被大胸狠狠的压在下面了，说的遮风挡雨这一块你可以看到这个尺寸差距巨大的。来吧，咱们开始变形吧。它的变形很简单也很经典。第一步呢，把这个脚尖收进去，然后2只脚呢放平，然后第2步呢，掀开这个盖板，然后把这个直接给它往里收。我这变错了算了，反正变形特别简单，错了也就错了没什么问题。好了，往里收，转一圈，转过来，这一边朝外这一边朝外，然后这个车顶呢，这东西也是要转一圈的给它转过来，然后我们解锁一下这个胸部，给它怎么掰不开何一位怪的是这胸部解锁开，它这里面是一个双动关节你需要把它往后拽，然后这样一拽就给它拽开了每一次拽挺吓人的脑袋转一圈最好是转一圈这样扣到下面。好 OK， 我们把这个双动关节一下整个的拽开拽平之后整个这个载具是吧形大概就有了，真的是特别简单的一个
低级经典线低级小车的水平，我都已经不知道强调多少次啊，就这么个难度。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零件往里扣了，往这个零件往里扣，然后这个门板就收起来。门板为什么着急收呢？因为需要拿它来支撑一下这个车，不至于塌了。之后就把这个盖板给它放开，按进去，这里面是什么玩意儿？哇，虫子翅膀，那没事，可能里面有一只小强死掉了。这边的话就把这个手往里收，手臂小臂这里有一个凸起，对应下面的凹槽，把它扣到底，扣进去。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就把这个零件啊给它往里收，这边转一圈转过来，给它往这扣。好，扣进去之后呢，这一款霹雳游侠联名的奈特特工奈特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在这之后呢，我们就只需要稍微调整调整这个前面这个零件啊，把它调整到位，然后检查一下这个车门板扣的是否很齐。因为我发现这个玩具的公差实际给的空间特别足，就导致这两边呢总有一侧的门板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容易开，这个卡扣就跟不存在一样，也不知道啥毛病。武器是可以收纳的，可以来充当排气管。扣合的方法就很简单，它两个武器都留的有现成的卡扣位点。一个枪，我想想一个枪怎么扣来啊？大枪是这么扣，大枪是这么扣，然后小枪，小枪朝外，就这样一扣 ，OK 啊，这一下就全收纳了啊。载具形态下可以说是这个模具最无敌大的亮点，一辆超级漂亮的黑色跑车。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哇86那个 AE86 同款的，小的时候真的看那个头文字 D 被这种车灯深深的震撼了。喂，原来车灯可以如此好看吗？原来车灯也可以如此美丽吗？就这种感觉，一个车灯。然后遗憾的就是可能是为了效果好吧，它这里选择了凸出来一块，上了一大块，如你所见白的不行的漆。我是觉得用透明件可能效果会好一点。然后不过透明件确实有，就是你在看实物的时候，这个下面里面的红色确实是透明件，实物的效果特别棒。它这个灯是来回闪烁的，属于是经费狂魔了。前端这里有一个国牌标志，后面呢应该是个车标吧，不懂，不太认这个庞迪亚克的车标长什么逼样，就把它当车标吧。然后前后的玻璃都用了这个透明件，车窗这里也不用担心，它是镶嵌的一块塑料，所以把玩起来非常的安心。滚动性方面，无敌中的无敌滚动性，不愧是霹雳游侠联名啊！这是不知道这设计师有没有私货不知道，但是这个滚动性真的就是大强老师目前评测到现在能在我这张老木桌上滚得如此之爽的模具也就这一个了，嘎嘎爽。它的轮毂做的也特别漂亮，甚至在外圈呢还有磨砂的这个质感，让我第一眼误以为这是个橡胶轮胎啊，这做的蛮用心的。当然也只是载具做的特别用心的。电池仓整个就在这个下面，换电池啥的也挺简单的。那 OK 兄弟们，想一下，怎么关机了？ OK 兄弟们，这款霹雳游侠联名变形金刚联名霹雳游侠的特工奈特就介绍到这里了。喜欢的观众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